恭贺林兄终岁夙愿，也承故兄指路之恩，百年苦修，不眠不歇，耗尽心血，只为将此物收入囊中，总算天道酬勤。你我情同手足，等我破镜飞升之日，便是你执掌剑锋，位列仙尊之时。承林兄厚恩。古渊，你不会真以为这些年我甘心跟在你身后替你打下手吧？你一死，天下第一的名头就是我的，什么剑锋之主，什么万世至尊，统统该信故。古渊，我说过，等我登顶那一天，你要什么我都给。安心去死吧。古渊，等我重生回来的那天，我必将你挫骨扬灰！500年前，好，没死就好。当务之急，先把实力恢复。凭借令符中残留的先天之气，一口气冲上了筑基境。虽说跟前世仙尊巅峰天差地远，但放在这颗星球上，自保绰绰有余。全部给我双手抱头，蹲到地上去！谁敢有半点反抗，就地处决！万杀之王，你想做什么？当然是灭了你神州第一监狱，还有你那个青帮。今天就到头了，就你也配！呀！哈哈哈哈哈！你的青帮在大夏确实排得上前3，仅在战神殿和第一世家之下。可放眼整个天下，根本不值一提，统统给我解决掉！是。我记起来了，入狱第3天，世界排名起5的佣兵团突袭了神州第一监狱，屠杀了不少人。前世的我也是这一遭身负重伤，差点命丧于此。哟，这儿还藏了条漏网之鱼，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不识抬举的东西，给脸不要脸！把你的枪挪开，然后离我远一点，否则我会很不高兴。不高兴？弟兄们听到没有？这小子说他会不高兴！真是头一回见这么有意思的人。臭小子，你算是彻底把我惹毛了，今天就送你上路！现在该你滚了。居然敢反抗！你这狗东西是不想活了！再多吐一个字，我让你死的连渣都不剩！你把枪丢了！原来还有2下子，怪不得有胆子动手。乖乖把枪搁下，给我跪着，任我做主。我可以饶你一条命，不然不光你得死，你家里老老小小，一个都跑不掉。这番话听得我很不痛快。不痛快，你又能拿我怎样？天地之间，向来只认拳头大的说了算，弱的那个只配摇尾巴求人。哼，你还真打算扣扳机不成？这是你自寻死路！全都给我上，打成筛子！我不痛快的时候就会亲自动手。你方才说的倒没错，强者为尊。可惜在我面前，你不过也是只任人拿捏的蝼蚁罢了。
你究竟是什么怪物？这分明是妖术！我叫林默度，你若愿意，也可以称我一声玄阳真人。管你是哪路神仙，给我死！这不对，绝不可能！青帮的帮主都拿我没辙，你凭什么要我的命？没有为什么，你不够格罢了。青帮帮主程远叩谢前辈活命大恩。自今日起，程远甘愿尊奉前辈为青帮新任帮主，我本人也情愿充当前辈麾下。前辈但有差遣，万死不辞。我等皆愿尊奉前辈为主。前辈，您的卷宗我已经查过了，您不过是替人扛了罪，要出这地方不过一句话的事儿，只是日后的吃穿用度，总得有人替您打点。这些事儿，我们青帮一力承办，恳请前辈莫要再推辞。前期修炼若全靠自己搜寻，确实费时费力。也好，这帮主我便接下了。正好替我多搜罗一些蕴含灵气的宝物，待你们踏平一切，遍领天下。苏婉晴是晚清集团掌权人，也是我妻子。公司出事，我自愿替她顶罪入狱。上一世我出来时，公司破产，她已走上绝路，那是我毕生遗憾。重来一次，我必查清当年变故。不看前面的吗？眼睛长哪儿了？啊，方才走了神，抱歉。以后放仔细点儿。你这种身份的人，要是碰着了我们沈总，你拿什么来赔？行了，这位先生也非有意为之。先生，我这秘书言语欠妥，您多担待。无妨。小友这是怎么了？有何不妥之处吗？老先生，你身上有病。这位小兄弟，纵然老夫有什么地方做得欠妥，你也犯不着张嘴就骂人吧。近些日子，你是不是总觉得四肢沉重，气力大不如前，脑袋发昏，耳朵嗡鸣不断？这小兄弟怎会知道？老夫确实感觉浑身乏力，大不如从前了。眼袋深陷，印堂发虚，两目暗淡无神，气血淤堵，言音迟迟，脸白得跟宣纸一样。小兄弟的意思是，老夫已行将就木，不知还剩多少时日。你是在诅咒我父亲？3年2何意？方才不是说3？ 1到了。你说老夫此刻便要死，我自己的身子骨我还不清楚，简直荒唐。亏我先前还觉得你这人有几分可取之处。爸，你别吓我啊，爸！仅凭一眼便能断出病症，甚至精确到以秒计算发作时间，这怎么可能？你既然能一眼看穿我爸的病，就一定有法子救他，对不对？抱歉，救不了。为什么？你既然能看出来，你就一定有办法。你开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沈家拿得出来的你开口就行。你只要把我爸救回来。能救，有条件，把你们沈家库存里所有50年以上的药材送来。药材给你，我爸交给你。把人抬回去，我要一个安静的房间。好。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张嘴就要沈家压箱底的药材。沈小姐到底怎么想的？她被吓到了，人在那种情况下
谁都得糊涂。糊涂也不能拿老爷子的命赌。药材明天之内全部调齐，秦医生，您愿不愿意留在门外？万一有个情况，我留下来，里面那小子指不定闯出什么祸呢。若曦，你还没问过我们这些长辈的意见。二叔，连秦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除了相信他，您还有什么高见吗？散功散，这不是凡人能调配的东西。给凡人下散功散，要么不知道这是什么，要么知道但不在乎。压不住的，用老药材顶。今晚上他要是烧不起来，命就保住了。接下来就看药材。沈老爷子这一病，省城那边几个项目都停了。婉晴，等会儿进去一定要跟沈大小姐好好谈。沈家在省城的地产盘口，我爸一直想找切口。沈大小姐不太好说话。他在省城商会里是出了名的铁腕，跟他谈事情得按他的节奏来。沈若曦在铁腕也是个人，他爸现在躺着，沈家群龙无首。这个时候我们登门探病，是雪中送炭，他总不能不领情。你确定他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商人嘛，讲究人情往来，我先送人情，后面的事再说。你就是林默度。婉晴说你刚出来，怎么？出来以后没地方去，跑到沈家门口来讨生活？你来干什么？这句话该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站在沈家大门口？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沈家别院，我在等人。等人？你一个刚出狱的人，在沈家有什么人等？你该不会是看到我们来探病，想借机往自己脸上贴金吧？我现在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事业，和陆家之间的关系维系着我整个公司的资金链。你只要出现在方圆100米内，就是在毁我的事儿。你现在就走。我没来找你。那你来这里干什么？沈家请我来的。沈家请你？沈宏远什么身份？沈若曦什么身份？哼，请你？请你来干什么？看大门？治病。婉晴，你前夫失心疯了。他说沈家请他来治病。一个坐过牢的人，在监狱里学会开药方子了。你知道沈宏远的医疗团队是什么配置吗？你说你一个劳改犯来给他治病，是不是在牢里受了什么刺激？出狱以后一直跟着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对前妻不死心，编各种由头往上贴，今天编到沈家门口来了。你是冲我来的，对不对？你知道我要来探病，故意在这里等。你想让沈家人看到你和我有关系，想借沈家的事往上爬，或者就是想让我难堪，是不是？不是，你要我说几遍？那你告诉我，沈家凭什么请你来治病？你有行医执照吗？你有医学学历吗？你在监狱里学了什么？学了怎么给人开刀，还是怎么给人号脉？怎么着？还学会故作高深，乱揣测别人情况了？我说完了。什么？你每次说话都是这些东西，跟5年前一模一样。既然你没别的话跟我说，那就别说了。我不会走，你也拦不住我。沈若曦，我在门口，想让你爸醒，出来接我。他竟然敢叫大小姐沈若曦！你还真敢演。行，那我们就等你那个若曦出来，我倒要看看沈若曦沈大小姐沈氏集团的总裁
会不会亲自出来接一个？他在里面待了5年，脑子早就不正常了。出狱以后没地方去，打听到你在省城，就想方设法往上贴。今天贴到沈家来，张嘴说沈家请他治病。明天他会不会说战神殿请他当军师？怎么心疼了？我没有心疼，我只是觉得太难看了。他现在这个样子，站在别人家大门口编瞎话，等会儿被人轰走，丢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脸。林墨渡，你听着，你现在走，还能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等沈家人出来说不认识你，在省城连站的地方都不会有。你那个若曦怎么还不出来？要不要我让司机进去通报一声，说门口有个姓林的劳改犯，说是他请来的神医？还等？真不知道你在这里装什么，老子没耐心陪你玩了。真不知道婉晴看上你什么？你这种人这辈子都不可能见沈小姐一面。哦，那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奇迹了。我给你3分钟，出现在我面前。沈小姐，省城商会那边派人提前到了，说要见您一面。让他们等，现在天塌下来也得等。山参3支，灵芝5块，天麻的量对过了，够。70年的老参找到了没有？找到2根，价格比市价高出3成。对方听说沈家药连夜从东北那边空运过来，刚到。不够，再找，把能调动的渠道全调动起来。给你3分钟，出现在我面前。怎么？糟了，他之前给我发消息，我没看见。去哪儿？回家。林墨渡要我回去。什么事这么急？这林墨渡到底什么本事？能让沈若曦二话不说放下所有手里的事跑去门口接的人，在这个省城，你趁沈家还不知道你这么冒犯他们的大小姐，我劝你赶紧滚，别在这里碍眼。苏家手眼通天，今天发生的事晚上就会被大小姐知道。林墨渡，你不该为了逞一时之气给自己惹上麻烦，沈家不会放过你的。是吗？那你们2个要担心的应该是自己吧？如果被沈若曦知道了是你们2个羞辱她请来的人，她会放过你们吗？哼，嘴还真硬，要是怕了就给小爷我磕几个响头，说不定爷还会在沈大小姐面前替你求求情。找死！你干什么？畜生，敢打我！谁敢动他？沈总，我和婉晴特意来看望沈老爷子。沈大小姐，您回来了。他就是个连乞丐都不如的人，您不必在意。这个畜生刚刚对您出言不逊，我们正打算收拾他呢。您只要一声令下，我就立刻让他见不见的太阳。你在外面站了多久？你来的不算晚。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沈总说话？沈总，我今天一定替你好好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沈若曦请来的人，也是你这种东西能折辱？怎么回事？林墨渡真的是沈大小姐请的神医？保安，把他们统统给我扔出去！是。药材全部备齐了。你上次说70年的老参，我也让人加掉了2支，刚到，我都带来了。体征还在往下掉。什么？他不能再拖了，我们快走！这怂货竟然攀上了沈若曦，今日之耻，我要他1000倍100倍的还回来！若曦，你让开！你爸在里面被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摆弄，你当女儿的不进去看着，还挡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治疗期间谁都不许进，秦医生可以留在这里。我进去，至少能看看他在做什么。秦医生，您进去能看懂他做什么吗？若曦，你该不会是被这人骗了吧？如果他把你爸治没了，你拿什么交代？他不治我爸已经没了，这个交代够不够？妈妈，体征稳了。喝点水。我爸命保住了，他体内积的东西比我预想的深，一次逼不干净。
药材你尽快送过来。明天全到。前辈，府上好几个人开始在外面散布消息了，说你狮子大开口，药材转头会被转手。随他们散布，药材送来了再说。沈小姐，二太太在闹了，说等老爷醒了要让她亲口。一仓库的药材，50年以上的老参、灵芝、天麻，全给一个外人。若曦他是你爸，不是街边炒饭的，你让人这么摆弄。我也劝了，他不听。等老爷醒了，我第一个跟他说，我看他怎么评这个理。沈，您现在就可以上楼。我爸醒了，他醒着能听人说话。您现在上去，现在跟他说您心疼那几根老参，比心疼他的命还多。我看他怎么评这个理。行了，少说2句。体温正常，心率平稳，血氧上来了。林先生，我有个申请。讲。我想查验您用的药方和熬过的药渣。查。带回医院化验室，最快速度出结果。若曦，不是婶婶说你爸是你家的命根子，交给一个外人，还是个坐过牢的。婶儿，你查他了？我那是关心。婶儿，你要是真关心，就关心一下我爸怎么中的毒。毒？谁说中毒？查不出任何有效成分。药渣分了3份，光谱、色谱、常规化学全做了，结果有微量有机酸，有植物纤维，没有已知药用成分，没有激素，没有兴奋剂，没有有效成分。你是怎么稳住多器官衰竭的？你信的是化验报告，我用的不是报告里的东西。那是什么？3天后他能下地，药材继续供应。离异。这批供应商换人的事儿，是谁签的字？是二爷。当时您昏迷，他说带您处理日常事务。设备维护的合同呢？也是二爷，一共签了6份，有3份的供应商跟市场价差的比较大。把这几份合同的原始比价单都调出来。他都查什么了？供应商、设备合同、比价单，老周亲自调的，上午调出来，下午就送进他办公室了。一个坐了几年牢的江湖郎中，把我苦心经营的局面搅成这样。老板，姓林的底也摸清楚了，刚出狱不久，现在是青帮的帮主，帮内好像很有威望。这个神州第1监狱的青帮，他怎么可能是这号人物？是，但我得到消息，万煞之王前不久突袭青帮，青帮已经覆灭了。那难怪，估计是一些臭鱼烂虾顶着青帮的名义出来唬人。叫几个人去跟他聊聊，让他明白沈家的水不是他能趟的。聊聊的尺度呢？让他知难而退就行，别在沈家地面上见血。就你叫林默度？哼，听说你会举手，不过我有话说到前头，我不是来跟你论拳脚的，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乖乖离开沈家，以后沈家的事儿你别管，今天你的人身安全就还有保证，省得受皮肉之苦。回去跟你们老板说，下次换点能打的。
林前辈，下次能不能留口气，让我也活动活动？林魔都，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无妨，这些人还不至于让我受伤。是有人不想我爸活过来，这才找上你的。是我们连累你了。既是我答应救下的人，那阎王爷也没办法要回去。我最厌恶的就是这种背后耍阴招的人。这个人可能是我二叔。你们沈家的家事我没兴趣，但妨碍到我救人，就让我不爽了。程远，你盯紧沈博远接触的一切外来人员，他按耐不住的。林先生，你上次说的散功散到底是什么毒？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这本不该是你们凡人能接触到的东西。你们家和什么奇人有过接触？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全。沈家起家做的不是现在的买卖，最早是替人存放东西，不让打开看，不管价值，只保管。存东西的那些人大多不凡，我父亲那一辈管他们叫阁楼上的客人。我接班以后断了这条线，但有一块青黑色的玉佩一直留着，原因是那个客人突然失联了。现在还在不在？这块玉一直锁在老库房。今天查的，去年年终盘点时还在。福爷记得很清楚，这个匣子是单独锁在保险柜里的，玉没了。钥匙一共2把，我和二弟各1把。二婶在我爸病重期间单独借过库房钥匙，说是找救地契，借了半天。这半天之内，老库房没有别人进出过。他拿走这玉佩做什么？需要这块玉佩的人，自然能给出散功散。看来是你沈家有人拿玉佩换你的命啊！我二弟，二叔在医院期间，他签了6份可疑合同，3笔供应商是他七弟李家伟，询价流程在他手上被简化了，钱付出去了，货到现在还没到齐。老周已经把这几份合同全部调出来了，数字比我现在说的大。他改的不只是供应商。您从鬼门关回来那天，二婶是最紧张的那个，看来是做贼心虚了。二叔，有样东西想请你看一眼。6份合同，供应商法人姓李的是二婶的亲弟弟。询价流程全跳过了常规审核，我爸昏迷，您代签，钱付了，货没齐。二婶在老库房借的钥匙，借完玉佩就没了，您签字，钥匙借出去，合同被改，玉佩失踪，全挤在同一段时间。你把我跟你二婶说成什么了？我在陈述事实。你这些不是事实，是拼凑。沈宏远中的毒叫散功散，这东西不是大夏的方子。什么散？不用装，但我要告诉你，只要碰过的人都会沾上这东西。你把玉佩拿走换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手上本来没有这个毒，但你现在有了。你怕什么？你这是恐吓！我说的是事实，你不信，回屋拿块肥皂把手搓干净，搓完闻闻指尖。散功散沾上的人手上不管怎么洗碗出汗会有冷嗅味，你闻到了再来找我。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一个江湖骗子，以为攀上沈家就能一步登天？沈若曦年轻信了你，我大哥信了你，我不信。你说我碰了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我沈伯角在沈家做了几十年，干干净净，手都在抖了，还干净。二叔，我们的财务人员已经捋清了3笔流向，你这时候走出去就是跑，你跑不掉。清者自清，若曦，你们就是被这骗子蒙蔽的太甚了。你干什么？放开我！坐，6份合同，3笔供应商换给了你小舅子，钥匙你女人单独借过，玉佩丢了，我体内的毒也是这个时间里积下来的，你还要我一样一样跟你对？大哥，这些年我为沈家做牛做马，什么时候对不住过你？合同的事我操之过急，可以补回来。那块玉佩，
我老婆说她只是找地契，她不可能偷东西。找地契不用半天，还不让人跟着。你给我闭嘴！这是我沈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他不是外人，我爸的命是他救的。你让老周查到了？查到了。你把青黑色玉佩卖给了谁？是不是樱花国那边的人？大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他们就给我一笔钱，我有外债，我扛不住了。那根本不是钱吧？是三公散了，沈家就握在你手里。到那时候区外债算什么？我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散，都是他。大哥，是他来了以后沈家才乱的。他没来之前什么事都没有。他一个坐过牢的江湖骗子，他挑拨若隐对付我，联起手来。大哥，你想想，他为什么要混进沈家？他图什么？他肯定是冲着你早年那些人脉来的。是他在敲沈家的墙角。二叔，你够了！你护着他，你护着一个外人整自家亲叔，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你想动手？我不动手。你身上已经带了散功散，不用我碰你，让你看看这毒到你手上的后果。你要干什么？我的手，饶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大哥，救我！若曦，你给我下毒的时候，想过他是怎么把我救回来的吗？他再碰一次毒，不用我动手，散功散反噬的滋味，他以后自己扛。沈若曦，你个没良心的，让个外人这么对付你二叔，他这样子都是你害的。二婶，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他这是报应，你的报应又会在什么时候？林默度这种人，得罪的人远比你想象的厉害，你小心引狼入室。今天请各位来，就一件事。半月前，我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京城专家组给的诊断是多器官衰竭，查不出病因。是我身边这位林默度林先生把我从那条线上拉回来的。这人什么来头啊？他好像是那天被江北陆家二少爷堵在门口骂的人，竟然是他救了沈老爷。我知道外面有些传言，说这人坐过牢，说来路不明。我今天当着诸位的面把话放在这里。林先生是我沈某人的救命恩人，以后在江城，任何人拿他的过去说事，就是拿我沈宏远的命说事。林先生，沈家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请进来。京城何家，何正廷。何正廷怎么来了？京城地产盘子1/3姓何，沈家排在京城前10，怎么会亲自跑到江城来赴宴？不是赴宴，你看他的脸色，像是来赴宴的吗？难道是沈老爷得罪他了？但也没必要在人家的宴会上发难吧？这沈家和何家哪方都得罪不起，我们还待在这干什么呀？何兄，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何伯伯，若曦，让人加座，把主桌的位置挪一下。何伯伯，请这边。敢问，哪位是林默度林先生？我。林默度怎么会惹上何老这样的人物？不管怎样，哪怕得罪何老，也要把他保下来。求林先生救犬子一命。何老竟然给他下跪！何家3代单传，犬子何子轩昏迷91天，全国16家3甲医院会诊查不出病因。您能将沈老爷从鬼门关拉回来，也请救救我儿吧。今天冒雨赶过来，没有提前递帖子，是我等不起了。先天灵气被封在玉心里面，封了至少30年。这东西用来冲金丹境，
比吞10根百年老参都管用。这块玉我要了，作为交换，你儿子的命我救。先生拿去便是，只要能救子轩，何家库房里的东西，先生随便挑。先生什么时候动身？今晚。我这就去为您备车。你答应他不只是因为那块玉。玉里的东西对我有用，他儿子也确实快不行了，不算趁人之危。京城的水比江城深，何家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何夫人娘家在何家话语权不小，我跟你一起去。你治好了我爸，你的事沈家有义务搭把手。收拾东西，10分钟后出发。何夫人叫周佩林，娘家是京城周家，在3甲医院有股份。她侄子周明远是主治医生。何夫人对民间医人一向不信任，之前何家找来的民间中医都被她轰走了。何正廷请他管这些事？不管，但他能影响何家决策。你到何家，第一关是他。林先生辛苦了。林先生，客房钥匙备好，药材库钥匙在此。人在哪儿？子轩在东厢病房啊，我带您过去。老爷，夫人请了人，已在少爷病房。什么人？说是从外省请来的神医，姓韩，是江北陆家2少爷和苏小姐带来的。夫人已经让他进去了。陆景川、苏婉晴。何夫人放心，韩老是我托了外省的关系才请来的。他老人家行医40年，治好过战区的司令，手里过的疑难杂症没有1000也有800。何少爷这病，韩老说了，10针之内必醒。韩神医，只要能救我儿子，何家什么都愿意给。他怎么来了？佩兰，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林默度林先生，沈老爷子的命就是他救回来的。这么年轻。何夫人，老夫行医有个规矩，施针之时，旁人不得喧哗。这位小友若是来观摩的，站远些便是；若是来指手画脚的，老夫这针就不下了。韩老，您别多想，他就是来观摩的，他哪敢对您指手画脚？针扎错地方了。何家主，这人是谁？韩老，他叫李默度，没有行医执照，没有学历，刚从里面出来不久。刚从哪个里面出来？监狱。何家主，老夫行医40余年，治好过的人能占满你这个院子。今天若是跟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后生同台，回头传到同行耳朵里，我这半辈子口碑就算毁了。夫人若是信老夫，就请闲杂人等出去；若是不信老夫，现在就把针拔了，只当没来过。令儿的病，另请高明。韩神医，您别生气，我没说不信您。我不管他在江城治好了谁，这里是何家，韩神医是我亲自请来的，在我儿子病房里，谁也不能跟他争，你听见没有？佩兰，沈宏远半月前就是这个状态，林先生3天让他下了地。沈宏远是沈宏远，我儿子是我儿子，你让一个坐过牢的人在我儿子脑袋上扎针，你疯了吗？10针下去，淤阻就会打开，淤阻一开，意识自回，10针之内必见苏醒。神医，您请便，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林先生，请您在旁稍等片刻。韩神医，您安心下针。等韩老把何少爷救醒，我把这段发出去，标题我都想好了，
劳改犯强闯重症病房，被何家保镖架出去。糊涂，你这针下去，想活都难。周夫人，看来这位小友信不过老夫啊。三番两次打扰韩神医施针，你居心何在？来人，把这审判给我打出去！不可无礼！子轩，子轩，老夫行医40年，从未在金针洞穴上失手。你不许碰他！你还嫌他不够吗？子轩要是有3长2短，我跟你拼命啊！这样救不了他。胡说八道！我行医40年。那你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样？韩神医，这是怎么回事？不该的，金针洞穴老朽行了大半辈子，从未失手到这个地步，这根本不合常理。他不是病，老朽刚才说脑脉淤塞。你们往他头上扎针，扎再多也只能把残存的细血扎出来。先生，有办法吗？找把铁锹，去你家园子正中花坛往下挖，挖到3指深，不管挖出什么都别碰，我亲眼看。现在？现在。这块玉跟我家库房里失踪那块是同一个。难道是这块玉被人埋在这儿？我儿子才昏迷3个月的。挖出来了，3指深，照你说的一点不差。小心！无妨，这种东西还伤不到我。樱花国也掺和进来了，我已有对策，照这份方子抓药，煎好后送到。子轩妈在这儿，妈对不起你，妈刚才差点把你耽误了。老朽行医40余年，从未服过人，这回认。先生手段老朽看不懂，但命救回来是看得见的。林先生，刚才多有冒犯，实在抱歉。往后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周家还有何家必全力相助。你不是说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我也不知道啊，他以前明明一无是处啊，几年不见怎么会变成这样？有些人狗眼看人低，自然想不通。苏婉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放弃的究竟是怎样宝藏。前尘往事罢了，无需多加智慧。2位，你们千里迢迢把韩神医找来，何某感谢。但你们屡次对林先生出言不讳，何某只能请你们出去了。林墨都，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身上残留的封锁术气息散干净了，他躺了3个月，气血两亏，后面至少半日需要静养调理。老爷，花坛那边我让人把土全部筛了一遍，除了那块玉佩，底下还埋着半截碎掉的符纸，符纸已经烂得不成形了，但背面的印章还能看出个轮廓，跟藤原的上印一模一样。把符纸碎片收好，连同那块裂开的玉佩一起锁进保险柜，谁都不许碰。是。先生，您先去客房休息，藤原的事儿我明早给您答复。你今天在病房里，除了那块青黑玉，还从这枚坠子上感知到了什么？先天灵气，被封在玉心里面，至少存了30年。何正廷说是他父亲从一个朋友手里得来的。能封灵气进死域的人，不是散修，他父亲那个朋友很可能就是当年阁楼上的客人之一。所以这块玉和那块青黑玉，很可能出自同一批人。
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留下这2样东西。这块玉里的灵气能帮我突破金丹，但需在金丹突破关口时集中吸纳，方可一举冲关。这几个月，所有外来人员的登记记录全在这儿了。花坛翻修的施工队、供应商，还有三井商行那几次谈判的会议纪要。翻修花坛的工头，跟沈家那边偷玉佩用的中间人是同一个劳务公司的，同一个人派的单。那就是说，给沈家二爷递散功伞的人，跟往何家花园埋玉佩的人是同一波。三井商社谈判纪要，何子轩拒绝签字，藤原秀一当场起身离开。3个月前，藤原要收购紫萱兰了，藤原就让人在花坛下面埋了那块玉。花坛翻修的工头，跟给沈博远递散功伞买玉佩的中间人是同一个人。三井商社的谈判纪要上写的清清楚楚，紫萱拒签，藤原当场放了狠话，隔了1周，花坛就翻修了。那块玉就是翻修时埋下去的。我这边对得上，二叔交代的时候说，给他散功散的人很神秘，只要那个玉佩到手，不光给钱，还帮他在外面单立门户。他没扛住，所以我儿子躺了3个月，你父亲被下了3个月的毒，都是同一个名字，藤原秀一。藤原秀长过几天就到京城。过几天是什么意思？这是程远发来的。樱花国医术交流团首场交流会就在3日后。名单上带队的人就是他，藤原秀一。害我儿子的命，给沈老爷下毒，他来交流。好，到了京城，我看他交流什么。大夏医术一直被樱花国那群人打压，说是交流会，但我看就是来示威的。那我倒要去见识见识，他樱花的玄术有多厉害。好的，林先生。藤原秀一，交流团团长，樱花国医术协会常任理事，名单上还有山本玄载和田中镇。公开行程分3场，第1场3天后在京城中心会场，京城医术界几家老门派已经联名递了信，说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地盘上再踩一回。前辈，查到了。交流团下榻的酒店是江北陆家在京城投的那家5星级景兰国际酒店。陆景川以商务接待名义给他们提供了整层行政楼层，走廊2头加派了安保。酒店登记系统里显示，预定人是陆景川本人，费用走的是陆氏集团的公账。陆家，我说他怎么非要带着那个什么神医往何家凑？他不是来攀附何家的，他是来帮藤原探何家的底。陆景川不知道探底的后果。他只是想2头讨好，在您面前卖个人情，在藤原面前卖个方便。他以为这是生意，这不是生意，这是在递刀。他递刀，就让他站到刀尖上，等刀尖底下的人露出来，他才知道自己替谁递的。藤原先生的套房安排好了没有？安排好了，总统套房，按您吩咐配了独立茶室和会议室。藤原先生的随行人员房间全部在同一个楼层，不与普通住客混用。这几天交流团进出全部走专用通道，外面那些记者和医术界的人一概不准放进行政楼层。藤原先生有任何需要，马上通知我。这位可是真佛。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次峰会核心议程选诊断临阵交流环节，有请樱花国玄医代表团团长山本玄斋先生上台。大夏玄医一脉源远流长，我等素来心怀敬意。本次交流，樱花国方面特备2例经西医多方诊疗判定为不可逆的疑难病例，供双方同台诊断与救治。第1位患者，男，48岁。3年前因意外事故导致神经源性上肢僵直，西医诊断为周围神经不可逆损伤，右臂僵直如死物3年，国内外多方求治均无改善。单取左手寸口，是要直断督脉与手阳明经的组织点。
3年的顽疾，10息之内要定准病位，难度极大。动了，我的胳膊能动了。第2位患者，男，28岁，8个月前因车祸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持续植物人状态至今。西医所有促刑手段均宣告无效。重度颅脑损伤导致的长期昏迷是世界性医学难题，悬医针法促刑更是难如登天。他樱花国再厉害，也做不了这样的逆天之事。这怎么可能？有点东西，但终究不是根治之法，哗众取宠。李先生，您要出手吗？不急，再看看大夏这边的表现。以上2例疑难重症，樱花国悬医代表团，悬医之道从来不在空谈和口头上的传承，而在临诊的实效。接下来有请大夏悬医代表上台，我们拭目以待。有请工作人员推上大厦悬医代表团提交的经第三方专家甲组核验难度对等的2例诊疗病例。经核验，大夏方提交的2例病例与樱花方提交的2例病例，病理类型、病程时长、西医不可逆损伤判定等级、临床诊疗难度完全对等，符合本次交流的公平竞技规则。接下来有请大夏悬医代表团岭南针灸学会副会长陈敬山医师上台。大夏方1号患者，男，45岁，双烧腿僵直瘫痪，肌力0级，病程、诊疗难度与樱花方1号患者完全成等。1号患者辨证为外伤至督脉瘀阻，足太元、足大冥经气血不通，筋肉失养，致以通堵活络，疏解精气。大夏方1号患者经检测，双垂肌力、神经传导均无任何阳性变化，本次治疗无明显效果。这就是大夏传承1000年的针灸，曲秀全是教科书上的死方子，连督脉的核心组织点都没摸到，也敢上台献艺。3年前我随团去大夏交流，见过这位陈副会长的讲座，满口仁义传承，真到临阵对敌，连半分实效都拿不出来，可笑。陈医师，您是否还要继续对2号患者进行诊疗？是我学艺不精，辨证不准，无能为力。尽力了，尽力。陈老临阵慌了神，该用的通毒破瘀针法不敢用，只敢抱着死方子循规蹈矩。急没用，他从一开始辩证就偏了。接下来，有请大夏悬医代表团陇东经脉流派非遗传承人李守义老先生上台。
大下方1号患者，男，61岁，全身瘫痪，病程诊疗难度与樱花方1号患者完全陡荡。大下方2号患者，男，29岁，植物人状态，西医判定临床苏醒概率不足1%，病程诊疗难度与樱花方2号患者完全对等。连隆冬经脉流派传承人都只有这点本事啊！温针灸磨了半天，连半分气感都没引到，这就是大夏的正统玄医。大夏玄医早已只剩空壳，徒有虚名罢了。经检测，大下方1号、2号患者各项生理指标均无明显阳性变化。本次诊疗未达到樱花方同等级病例的治疗效果，无突破性改善。这群小人用的是节脉强刺激的旁门左道，透支患者气血换及时效果，反倒显得咱们正统传承无用，欺人太甚。旁门左道也是摸准了病根。李老的方子太稳，稳到错过了破局的时机。林先生，您早就看出来了，如果是您出手，那群樱花废物绝不是对手。老朽才疏学浅，愧对玄医传承，愧对各位同仁，无能为力。山本先生3针见效，大夏玄医束手无策。看来所谓千年传承也不过如此。山本老师只用了3成玄力，对面就已经接不住了。难怪要设2位病例，是想靠数量碰运气吧？节脉强刺激之术，透支患者3年寿元换1克效果，你们也敢拿出来炫耀？我大夏玄医讲的是固本培元，扶正辟邪，不是你们这种饮鸩止渴的邪术。患者今日能抬手，3年后经络尽废，这种代价你们敢写进诊断书吗？医道之争，疗效为先。我的患者手臂已举，你们的2位患者依旧躺在床上，这就是结果。至于愈后，3年后的结论，3年后再来辩吧。只怕届时大夏玄医连能上台的都凑不齐了。狂妄！当年你们派遣唐使来大夏学医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李老半辈子行医救人无数，今日却被这群人这般羞辱。大夏代表团，本次玄术诊断环节的胜出方为……且慢。林默度，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国际玄术交流会的舞台，李老都束手无策，你一个神贵上去丢大夏的脸吗？刚才山本扎的那几针，你一个字没听懂，安静看着。这是国际场合，别闹得下不来台。李老，您的治疗没有错，他们用金针节脉强行刺激患者的督脉和心包经，拿3年寿元换1克效果，您不用跟他们比这个。好了，大家快看，他们都治好了。这是以灵气入体，将山本强行激起的活性驱离，再填以真气。好了，好了，比刚刚感觉还好。第1位已醒，第2位已醒，第3位樱花国的患者不用谢。经现场检查，大夏代表治疗的3位患者全部痊愈，2位大夏患者已完全苏醒，无任何副作用。
樱花国患者依前强行刺激造成的神经代偿反应被彻底纠正，也没有副作用。根据3轮诊疗规则，大夏代表团完成有效治疗，胜出方为大夏。把何子轩推上来。此人叫何子轩，3个月前三井商社上门谈收购，他代表何家拒绝了。之后1周之内，何家花园花坛被人翻修，一块刻着樱花国封锁术皱纹的玉佩被埋在3尺深的地下。从那以后，这个人在床上一动不动躺了90多天，90多天困在一块玉上，身体一天天衰竭。全国16家医院查不出病因。今天这个会场里，在座的各位玄术界前辈，谁认得这道术？自己上来认。施术者，上来认。人脉像虚浮无力，瞳孔对光反射迟钝，眉心隐隐有一股极其阴寒的煞气盘踞。此人魂魄却已被某种古老术残存印记侵蚀，已不可逆转。恕我直言，无法救治。即便以樱花国玄医一脉的手段，也只能暂时稳住生命体征，无法唤醒。那个穿灰色衣服的人，他在梦里把我锁起来的，就是他。何家花园的封锁阵是我让人布的。交流会明天在城南体育馆还有第2场阵法交流，届时我会亲自向林先生讨教。藤原当众承认布阵，这一出不在他的计划里。他本来打算把何子璇的事压到交流会结束之后再处理，或者根本不处理。他压不住。何子轩指认灰衣人的时候，他后排有3个人同时站了起来。他后槽牙咬得太紧了，左眼跳了一下。他紧张的不是承认，是有人比灰衣人更重要。他怕灰衣人受不住压力，把那个人也供出来。他看的不是藤原，是另一个方向。灰衣人回头时看的是侧门，那个位置不在樱花国席位附近，是媒体区后面。林先生，刚才您在台上让他自己上来认，连问2遍没人应。子轩手指头一伸出来，他们那边整排人都僵了。藤田秀一承认的时候，前排京城玄术界那些老前辈当场就有人站起来想上去问话，被安保拦住了。他当众亲口承认何家的事是他布的，这在见证上就跑不掉了。他明天在体育馆还想跟你比阵法，他怎么比？这是三井商社背后的股权穿透图，还有藤原家在樱花国玄术谱系里面的位置。藤原秀一是分家，网上还有一个本家，资料不全，但有一条，本家现任家主的一个养子，传闻对上古法器极度痴迷。何子香说的那个灰衣人，不是藤原秀一，也不是山本玄在。如果他是藤原本家的人，那藤原秀一在台上慌的不是自己，是这个人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封锁术是灰衣人布的，藤原秀一来扛，不能让他落在我们手里问出东西来。我先去外面等。你在台上当众说的那些事，藤原给人暗中动手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出狱之后，先给沈家逼毒，再给何家动手脚。你在沈家门口堵着骂我的那天，沈宏远躺在里。我那天说的话每一个字都说出来的东西，不用收回去。你那天说的没错，我确实没有执照，我只是把它治好了。为什么在沈家门口那一次你不告诉我？你不信的时候，说多少都是假的。如果当时我肯信你，现在就不是这样。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从出狱那天，你每一句劳改犯废物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的林默度和现在的林默度是一个人，
但不是你能看懂的那种人。如果当初我没签那份离婚协议，会不会不一样？不会，你从来只看重结果，而当时的我给不了你要的。5年前我是替你扛下一个罪名的普通丈夫，5年后我是全城大佬求着出手的仙尊。你把我的过去当成标杆去量我的现在。何老给我的资料里说，樱花国那边的封魂术、施术需要施术者本身以自身魂魄为引，这就能解释灰衣人为什么那么紧的被藤原秀称护着。这不是普通的阵，是自杀式的，一旦失败，施术者会被反噬。所以灰衣人今天在会场不是来观战的，他是来等结果的。等何子航被宣判无法救治，施术就算彻底成功，他安全了。结果你让他醒，反噬是迟早的事。藤原秀一在台上说，他承认封锁术是他布的，不是灰衣人，他替灰衣人扛了这个责任。分家的家主替本家的人扛，他不是护灰衣人，是怕灰衣人被拿下，把他和本家之间那层关系捅出来。明天体育馆布阵的也是他，所以他不是在跟我斗法，他明天拼尽全力，是想体面的带着灰衣人全属全卫回樱花国。你明天怎么打？站上去，等他把所有的阵都布完，然后踩一脚。他答应见你，但只有10分钟。5年前你让他替你顶罪的时候，我没在场。5年后你在沈家门口堵着他骂的时候，我在。他那天站在门外，被你未婚夫指着鼻子叫劳改犯，从到尾没有回过一句嘴。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他还放不下你，是因为他从来不屑跟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人解释。他在里面，10分钟。坐。这是你当年签的。我知道。5年前公司出事，你站在我面前说我去，我当时甚至没有问你会判几年。你在里面那几年，我每个月都告诉自己下个月去看你，直到离婚协议签下来，我都没有去过一次。我以为你出狱以后会恨我。我在沈家门口看到你站在那里，觉得你肯定是来找我算账，结果你不是来找我的，你从头到尾都不是来找我的。你能不能给我一句话？什么话都行。苏婉晴，你不欠我了。从前的事到此为止。知道最后悔的是什么吗？不是离婚，是你当年站在我面前说我愿意替你顶罪的时候，我没有拉过你一次。沈若曦是个好姑娘。九锁阵以九宫为本，阴遁为用，九道本命锁链环环相扣。入阵者需同时破解九宫与本命的对应关系。老夫钻研阵道50年，自问破不了此阵。连李老都破不了，我们上去也是自取其辱。此阵名为九锁，取大夏奇门九宫之术，以樱花国阴遁之术重就。阵盘为藤原家传法器，九宫节点内封九道本命锁链。入阵者需同时破解九宫与本命锁链的对应关系，方可破阵。大夏阵道自古冠绝天下，今日可有能人一试？林先生，此阵以九宫为本，每条锁链对应。不用介绍，我看完了。
破阵不用法器，看准了自己踩一脚就行。大夏玄术，樱花国自愧不。本次交流团所有后续行程，即日起全部取消。明日一早，我将率全团返回国内，此行结果会如实整报玄术协会。等一下，我还有件事需要你在这里交代清楚。你在上一场交流会上承认了何家花园的封锁阵是你所布，但沈家库房那块青黑玉佩和你是什么关系？沈宏远身中的散功散和你也有关联。你把话认完。沈家的玉佩，也是我让人去取回。不是解释，认。我认。封锁术是我授意，沈家的玉佩是我以散功散为交换，通过中间人从沈博远手中取得。这笔账藤原家认。那2块玉是藤原家的遗物，数十年下落不明，家族每一代都有人被派出来找。我找到了，但没算到自己会碰到你。现在我已经如实交代了一切，林先生，你还有什么要问的？玉是大夏的东西，何子轩的命，沈宏远的毒，沈家被盗的玉佩，这3笔账你认了。回去告诉藤原家，以后谁再伸手，我不会只是站在这里踩碎一个阵。告诉青帮所有人，从现在开始，大夏的藤原2个字没地方搁了。陆先生，何家主让我转告你，之前签署的框架协议全部作废，沈家那边也已经做了同样的决定。另外，景兰国际酒店的行政楼层合作协议，酒店董事会今天下午刚刚表决通过终止决议。您回去之后应该会收到邮件。藤原秀一当着全场8000人的面亲口承认了，封锁术是他授意，散功散是他给的。这些话战神殿的人也在场听到了。他回去后，藤原家会不会认这笔账另说，但在大夏境内，他已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他不光是认了罪，是当着国际专家组的面向林先生行了最高礼。这个礼一出来，等于直接把藤原家在樱花国玄术协会的排位压在了大夏下面。灰衣人在散场时是最后一个走的，他走出侧门之前回头看了林默度一眼，不是恐惧，是打量。这个人不是被藤原秀一护着，正相反，藤原秀一在替他扛。藤原家分家的家主替一个人扛封锁术和散功散2件事，这个人身份一定比他高，不是玄术协会的人，就是本家的人。放大之后能看出来，这个族徽和藤原秀一衣服上的不一样。藤原秀一的族徽是分家的，这个是本家的。所以封锁术不是藤原秀一布的，他只是替人扛。他为什么要替人扛？因为那个人不能在大夏境内被公开拿下，一旦拿下，藤原家本家就要站出来解释。他现在替人扛，回去之后本家欠他一次，不替他扛，那个人落在我们手里，交代出更多东西，整条线都要断。他不是在保护灰衣人，他是在保护自己的退路。不管怎么说，藤原这条线在我们这里断了，但樱花国那边的根没有断。我们握住了藤原秀一的公开认罪。这灵力频率，古渊。令符带着我的仙魂重生，他当年亲手把令符刺进我丹田，令符上也沾了他的血，所以他也被拉进来了。我突破金丹的灵力变动，把他激活了。他在等我恢复，我恢复到他够感知到我了，他就能锁定我。正好，这一世我也不会放过他。
突破了。除了突破，还有别的事。有笔旧账，查到下落了，是很久以前的老账。陆家父子跑了。京城商会今天上午正式下达了陆家全部在建项目的暂停令，银行同步冻结了陆氏所有对空账户。陆远山和陆景川下午就离开了江北老宅，去向不明。程远查到，他们在3天前通过境外中介挂了一笔暗花，雇佣了一个叫蝎尾的国际佣兵组织，愿付了全款。你在何家不要单独外出，让程远加派人手守在门口。已经安排了，你担心他们冲我来？他们会冲你来，因为整个京城都知道你是我身边最近的人。你也别一个人扛。今晚不要单独行动。全城关系网都动了，从城东到城西，所有监控探头都有人在调，他们跑不出去。蝎尾是国际佣兵组织，接暗花的价码是500万起步。陆家能出得起这个钱，就不可能只雇4个人。这4个人是诱饵，建材厂大概率有埋伏。前辈那边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了。远哥，林前辈已经出门了，他从书房出来直接翻墙走的，没走正门，拦不住。妈的！沈若曦，你爸把我爸逼上了绝路，你们沈家把我们陆家逼上了绝路。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让沈家撤回商会的封杀令，我就放你走，不然我就先崩了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你跟着林墨都有什么好处？他靠点邪门歪哨把你们沈家骗得团团转，你以为他是真心对你？他现在身边只有你一个能用的人，等他用完了。站住！你再往前一步，我就……给我上！全给我上！他花了你们几百万！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你把枪拿稳！你给我闭嘴！都是你！从你出现在沈家门口那天开始，一切都被你毁了。何家、沈家、藤原家，所有人都在捧你。我为陆家拼命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站稳脚跟，你一来，我什么都没了。你把枪放下。你爸还在你身后，你是想让他亲眼看着你开枪，还是想让他亲手扶你起来？皮外伤不要紧，回去好好养几天，失血不少，记得喝几副补血调元的药。前辈，陆家父子怎么处理？交给商会和执法部门。雇佣佣兵，蓄意绑架，证据充足。
结尾的人交代了，陆家下的单子是600万，全款预付，目标就是沈小姐。但有一个地方对不上，他们收到的不止600万。境外还有一个身份不详的第三方，在陆家预付全款的同时，往谢伟的境外账户里追加了3倍注资。对方挂单的时候没有署名，只给了谢伟一句话：目标叫林默度。所以陆家绑架我，不仅仅是陆家自己的困兽之斗，有人注资给谢伟，就是要让这场绑架成功。成功了，你失去的是我。这笔追加注资的入账时间，跟前辈在密室突破金丹是同一天。您刚突破，就派人来探你的底，这人心思比藤原秀一狠了不止1个2级。他知道我了，灵石箱子上的残留气息是他故意留下的痕迹，他怕我不知道到他醒了，怕我不去找他。他敢让人对何家、沈家和你在京城的所有牵扯动手，就不会给你留后路。你要去找他，我不拦，但在出发之前，你的修为必须稳到他撼不动。所以我需要闭关。突破元婴只是开始，他现在敢出手来探我的底，底牌就藏得更深。只有到了元婴巅峰，才能真正压制顾渊500年积累的暗脉之力。听说陆家佣兵的事儿之后，店主那边交代了，这是战神殿压箱底的存血，前辈能用就用。那就多谢诸位了。沈小姐，歇一歇吧。多搬一箱，他冲关就多一分把握。京城能调动的灵气宝物，能搬来的全在这里了。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够，灵气充足，再加上我的修为，定能突破元婴巅峰。你在里面这段时间，程远会守在门口。何家和沈家的事儿由我和我爸看着。陆家倒了，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也该看清楚了。你还受着伤？皮外伤，你在里面，外面的事儿不用操心。出关了，刚好战神殿的人到了。林先生，战神殿总店正式邀您赴店面见店主。您在交流会上的表现，加上陆家佣兵事件中确认的实战实力，已经通过店内最高评估。店主的意思是，请您考虑入店，席位带您面谈后定。你们战神殿上次送灵石的时候来的也是你，当时你把灵石箱子放在庭院里，我搬进密室之后，回头看见你站在院子中间，一直盯着书房的方向看。你在看什么？我当时密室里灵气波动太强，我没忍住多站了一会儿。我是剑修，对灵气波动比一般人敏感。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先出去吧。怎么了？顾渊，他身上有一丝顾渊的气息，难道他在战神殿？没事。战神殿，我要去一趟。战神殿总店在深山，外界联系全断。我带几个兄弟跟过去，他能稳住战神殿场面的时候，我来稳住外围。程远，你留下。战神殿不是普通人能硬闯的地方，你的身手在凡人里算顶尖了，但战神殿的守殿者最低也是筑基，青帮弟兄去了反而被动。你留守看好沈家和何家，陆家倒了，不等于京城就太平了。那些还在观望的势力，需要有人让他们继续观望。我陪他去。我在京城盯着，你们出了山记得给我报个信儿。前辈，沈小姐，都给我全虚全齿的回来。战神殿内部分为外殿和内殿，外殿执事按部就班，内殿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能进内殿的最少也是筑基巅峰，殿主座前有12护法，修为都在金丹以上。你们进去以后，外殿的人可以打交道，内殿的人小心为上。林先生，店主已在内殿等候，但按殿规，非战神殿正式成员不得入内殿。沈小姐需在外殿客房等候。我就在外殿等他，不进去。你在门口等了他500年，
我在外殿等你半天不算什么，进去以后留点神。内殿和外殿之间的路上，灵力波动有点异样，不是禁止，是刻意压制后的残留，跟我之前在灵石箱子上感知到的很像。林先生，请在此稍后，店主正在主持试炼大会，等试炼结束，再与先生详谈入店事宜。你就是那个在交流会上踩碎九所阵的林墨都？衣服都不换，来这里探亲吧。听说是店主特招的，看着不像有关系啊。交流会是玄术，这里比的是真功夫，阵法师和内殿剑修怎么打？都闭嘴！人家能踩碎藤原秀一的阵，你们哪个能？林先生，战神殿有战神殿的规矩，要入殿得先证明你能打，玄医术和阵法都不算。你跟我打一场，打完不管输赢，我杜恒第一个叫你一声哥。我这柄剑重36斤，剑招一共30。第一式，我输了。林先生，杜洪心服口服，以后您就是战神殿的贵客，谁敢说闲话，先打过我这柄剑。无妨，就当是对你的指教。你在交流会上的表现，老夫已看过完整记录。战神殿对外面的高手一向不轻易表态，但你已经到了值得破例的程度。战神殿正式邀你入殿，席位暂定为客卿，享内殿通行权，与护法同级。你的玄医术和阵法造诣，殿内无人能及。老夫诚意在此。店主邀我入殿，不只是因为玄医术和阵法，灵石箱子上的残留气息，还有邀约函封口上的灵力残油，是谁留下的？林先生说的什么气息，老夫不太明白。战神殿的灵石路经人手众多，至于邀约函，那是老夫亲手封的。店主亲手封的函，封口上却沾着另一个人的纹理频率，这个频率和你店内长期待着的人身上沾染的气息是同一个源头。店主，这个源头在你这店里的权限比你高。林先生，入店的事不着急，你可以先住几天。试炼大会还在继续，你可以多观摩几场。至于你说的事，老夫了解清楚之后再说。送林先生回客房。是。店主不接你的话。店主不说，那就从他身边最常出入的人开始。这个人姓周，内殿执事。我今天在外殿转了3个时辰，所有能进内殿的人里，只有他一个能单独进出西侧主暗术。每次进出他都锁门，锁是特制的。他身上的气息比杜洪重。前辈，周执事求见，在后山入口那边等您，说有要事单独跟您谈。他不让我的人跟着，也不让我通知店主，我感觉不太对劲。他来得好。林先生，深夜请您出来，多有冒昧。林先生自入殿以来，一直留意殿内灵气的异常。老夫在战神殿待了20年，不妨直说，林先生感觉到的不是错觉。这片殿伍里确实有一些不太常规的灵气变动，它的源头在这扇石壁后面，这是后山禁地。禁地里面封着什么，整个殿内只有殿主知道，但殿主不会告诉您。他邀您入殿，说白了是为了用您。您在外面压得住藤原秀一，在殿内压得住那群不满护老的年轻弟子。至于禁地本身，他不会让任何人碰。这块令牌能解石壁的第1重封印，您想知道里面有什么，进去就知道。这块令牌谁给你的？林先生既然不想成这个情，那就当没看见。
告辞。前辈，我刚才在内殿撞见周执事在跟2个护卫交代事情，他给护卫看了一张图，上面标注了禁地的封印节点。他还吩咐护卫去把沈小姐带到禁地来。放人，林先生，沈小姐擅闯禁地，按殿规可以当场处置。不过，如果林先生愿意用那块令符作为交换，沈小姐可以毫发无损地跟你回去。可以，你先放人。禁地我替你开了。你不是想知道里面封着什么吗？你自己进来看。店主，林默度用沈若曦擅闯禁地为由，要挟属下抢夺了禁地令牌，用他脖子上那块令符打开了石壁。谁动了禁地？他当着属下的面把令符按进石壁凹槽，禁地封印就被激活了。他主动开的。你说，店主，我看到的和他说的不一样。周执事先让护卫把沈小姐从客房带到禁地，然后才把林前辈叫过去，当众提出用令符换人。前辈是为了保沈小姐才把令符按进石壁的，从头到尾是周执事先动的手。禁地的事稍后再说，你先在内殿议事厅等我。500年了，还是开了，谁也别跟进去。禁地是创始者亲自封的，里面不管剩下什么，都不是我们能插手的。杜恒，你带人把后山封锁，任何人不得再靠近禁地。等他出来。500年了，你终于把令符带回来了。这是一道残魂。对，准确说是一道意志碎片。当年我从本体上割下来的，封在这里的作用是等一个人，等一个拿着玄阳令能重新打开这扇门的人。本体在哪儿？出去了，500年前就出去了。大夏的东西他带不走，令符在你手里，他的根基还在战神殿的另一脉。没有令符他回不来，没有根基令他也活不久。暗脉是他的根，他要活就必须拿回钥匙。坐标我拿到了，我在等能打开这扇门的人。无论谁赢，我都算解脱。暗脉有他的血脉，怕令符。这块令符，老夫只在战神殿的创始典籍里见过图谱。玄阳令，战神殿最高信物，创始者亲手封的东西，500年没人能开。典籍上说，能开这道门的只有一种人，令符真正的主人。典籍上有没有写，战神殿创始之初是2个人，一个叫玄阳，一个叫顾渊。暗脉的根基就在总殿后山禁地的传送阵另一端。顾渊的本体在境外蛰伏了500年，一直在等令符重新激活。战神殿历代殿主都被告知，玄阳令是创始者留下的最高信物，谁拿着它，谁就是战神殿的主人。老夫之前对林先生多有怠慢，请店主降罪。店主，起来。禁地里面的残魂是他当年割下来的意志碎片，我拿到了他的坐标，传送阵可以通达。这件事不会完。老夫刚才把周执事的底细重新查了一遍，他20年前入殿时由另一位老执事举荐，履历干净，但每年春分都独自去境外某处，说是回故里祭祀。今年和他一起谋划的人是内殿另一位执事，已经一起扣下了。您若出关后要追查更外围的人，老夫现在就让人去办。
不急，暗脉要对他动手是迟早的事。店主，从现在开始清理战神殿所有与境外有联系的人，内殿的人逐一排查。他藏了20年，不可能只有2个。外殿不查，保持原样。是，老夫还有一个请求，请店主在战神殿留几日，以老夫之力拦不住。之后我要走一趟传送阵，去境外。店主那边我已经谈过了，他愿意代管战神殿，直到你回来。何家那边我也发了消息，何正廷说他等你回去再办答谢宴。我爸那边，他说你欠他一顿酒。你把这些事儿全替我办了。你不能一边去境外找人寻仇，一边还惦记着京城。这些事儿我来做，你专心准备传送阵。境外那个坐标不会有假。坐标是真的。残魂消散之前最后一句话是：无论谁赢，他都算解脱。传送阵的另一端是战神殿暗脉，500年没人踏足过，里面有什么我也不清楚。所以你会去？你那边恩怨了结的差不多了，这笔旧账确实该收。你决定去，那就去，我陪你走到传送阵门口。前辈，沈小姐，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不是来拦你的，是来送。青帮兄弟，替前辈守好京城。恭送前辈。战神殿这边我已经让店主代管了，何家和沈家若曦会盯着，青帮你替我管好。前辈放心，帮里的事情我老程扛得住。店主让我跟着来送。前辈，擂台上我输给您的时候说过，以后您就是战神殿的贵客。传送阵已解封，但从未有人真正启动过。从禁地残魂给您的坐标来看，另一端应该直接通达境外暗脉的地界。老夫和战神殿全体同盟在此恭送店主。林默度，喝完了再走，回来我再给你灌。我回来后，把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暗脉不以外力决胜负，塔内有3道关卡，请。林默度，我守不住了。你不是他。后悔信我吗？不后悔，信你是我的选择，杀你是我的决定。这一世，我没有你那么好的师傅。这一世是从头开始的，旷世监狱、囚府、角力。你重生第1天身上连半分灵力都没有，你以为我不知道？知道还问？我等了你500年，从你重生那天起我就在等。
等你突破筑基、突破金丹、突破元婴，你每突破一次，我就离你更近一步。你那块令符上沾着我的血，你修到哪一步我都清清楚楚。所以在灵石箱子上留气息，在邀约函上沾纹理，让周执事递禁地令牌，都是你铺的路。你怕我找不过来？我怕你不敢来。500年前我把你踩在脚下的时候，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500年后你重修到元婴巅峰，好不容易在这世上有了新的活路，换了我，未必舍得送死。活路我要，你的命我也要。这条活路你保不住，前世你差我一步，这一世还是一样。前世差你，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杀你。那现在呢？现在想好了。前世你把我当兄弟，你登上大殿取下那块令符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是我。你说等你破镜飞升之日，剑锋和仙尊全让给我，高高在上的施舍，我顾渊什么时候需要你让？你觉得我在施舍你？难道不是？100年苦修，你走在我前面；令符，你也走在我前面；仙位，你还要走在我前面。你什么都有了，最后还要做个顺水深情，把剩下的东西丢给我，让我感恩戴德。所以你就捅我？你自己说的，天地之间，向来只认拳头大的说了算。这句话还是你教我的。你教了我那么多东西，唯独这一句我记到现在：靠你让，我什么都得不到，自己抢来的才是我的。你的仙位，我抢到了；你的令符，仙位你可以抢，令符你也可以抢，但有一样东西你抢不走。什么？这一世我有要护的人。前世你捅我的时候，我没什么可牵挂的，死了就死了。现在不一样，有人在等我回去，他递给我的那杯茶不能凉。暗脉反噬，你说比我慢，但这一世我比你慢，慢到有了不敢输的人，所以这一下不会有第二回。凭什么你什么都有？听你说的，抢来的才是你的，这句话是我教的。你没学全，抢来的东西守不住。大人，暗脉全员听候调遣。暗脉从今日起由你代管，与战殿总殿互通有无，不再为敌。这500年的分裂到此为止。遵命，属下即刻派人修复传送阵，与总殿建立固定通道。大人，顾渊在暗脉封存了一批旧物，是他500年前从战神殿总殿带过来的，属下让人清点造册，送到总殿。
恭迎店主归来。暗脉那边的灵力波动已在您归来的同时，从境外彻底消散。暗脉的掌控令符我已交给那边代管。从今天起，暗脉与总店互通有无，不再为敌。这500年的分裂到此为止。是店主。孤渊不在了，500年前的账还清了。我知道你会回来。传送阵启动的时候，你站在阵中央被金光吞掉。我一直在想，如果你这次回来身上又多了一道伤，我该怎么给你包扎？你这次没有。这次没有。好，那我们回家。回家吧。前辈，您走之前，我在擂台上输给您的时候说过，战神殿没人会拦您的路。今天您回来了，我还是那句话，战神殿上下的弟兄，永远认您是殿主。此间事了，往后我只过自己的日子。好。别叫太多了，昨天刚下过雨。过来吃草莓，刚从市场买的，特别甜。甜。就你嘴甜。排骨马上就好，程远说今天过来，估计也快到了。嫂子，林前辈，我来蹭饭了。快进来坐，外面热吧？可热死我了！这江城的夏天比京城还闷，还是嫂子这儿舒服。对了，林前辈，您这小日子过得可真滋润，我都羡慕了。有事就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最近京城那边有点不太平，短短3天已经死了3个玄师了，死状都特别奇怪。怎么个奇怪呀？查不出死因，身上没有任何伤口，也没有中毒的迹象。法医说他们是魂魄被硬生生抽走了，死的时候脸上还带着惊恐的表情。这个印记我见过，在哪儿？玄术交流会上，藤原彻身上有一模一样的气息。藤原彻，那个灰衣人，他不是跟着藤原秀一回樱花国了吗？难道是又回来了？不是他，这股灵力比他更阴寒，更霸道，是藤原本家的人。我去开车。现在就去京城。通知青帮所有兄弟跟我去京城，再给杜恒打电话，让他带人封锁所有进出京城的入口，一定要把。林先生、沈小姐，你们可算来了。情况怎么样？又死了2个。昨天晚上，玄术协会的张理事和李道长死状和之前一模一样，眉心都有那个该死的樱花印。林先生，这是所有死者的名单，我们核对过了，从第1个到第5个，全部都参加过3个月前的樱花国玄术交流会，没有一个漏网的。只要是当时在会场和藤原家起过冲突的，都被杀了。是，他们就像在按名单杀人，一个都不放过。下一个肯定就是子轩了。他当年当众指认了那个灰衣人，藤原家绝不会放过他。不是子轩。什么？子轩只是诱饵，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我。杀这些人，就是为了逼我。怎么回事？可能是跳闸了，我去看看。
别去，来了。谁在那里？父亲，你是谁？告诉林默度，3日后5时，天坛公园，用他的人头换京城百姓的平安。子轩，子轩，医生，快叫医生啊！3日后，天坛，我会亲手送他们上路。家主，林默度来京城了，要不我们先下手？我要让林默眼睁睁地看着京城变成人间地狱，看着他想守护的人一个个死去，最后在绝望和痛苦中被血咒吞噬。传令下去，12神人倾巢而出。是，家主。什么？市中心广场被冰雪覆盖了，几百名百姓被困在里面出不来。好，我知道了。林前辈，不好了，雪女在市中心广场布下了巨大的冰雪幻境，几百名百姓被困，幻境里全是怪物，已经有不少人受伤了。备车，去市中心广场。好的。别杀我！我的公司！小心点儿，这个幻境能放大人心的恐惧，不要被幻象迷惑。我知道，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林默度，你果然来了，我还以为你会躲在何家当缩头魔龟呢。雪女，放了这些无辜的百姓，有什么事冲我来。冲你来？好啊，只要你能打赢我，我就放了他们。大家不要怕，这些都是幻象。闭上眼睛，不要看，跟着我走。别碰我！林默度，让你看看我最厉害的幻术，看看你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是什么样子。顾渊，你终究还是败在我手里了，天下第一是我的了。林默度，林默度，你不要死！你死了，我也不活了。不要，不要！你以为用这些幻想困我？500年前，我输给顾渊，是因为我没有牵挂。你这些幻想对我没用。不可能，这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魔，你怎么可能没有恐惧？我有恐惧，我最恐惧的就是失去若曦。但你制造的幻想永远不可能成真，因为我会拼尽全力
保护他。雪女，你根本不想杀人，你制造这些幻想，只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你害怕藤原雄气，害怕他会杀了你。你胡说，我没有，我是心甘情愿为家主做事的。是吗？那你每次杀人的时候都不敢看死者的眼睛，为什么刚才看到我和若曦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犹豫？我也是被逼的。我的父母在家族内斗中被杀死了，是藤原雄纪收养了我。他说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就会把我和我父母一样扔进冰窖里冻死。我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我知道你身不由己，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藤原雄纪的野心会害死所有人，包括你自己。谢谢你，林默度。我该走了。藤原雄如果知道我背叛了他，不会放过我的。我会去暗中破坏他的阵基，帮你们争取时间。3日后天坛，我们再见。就是这里，藤原雄介平时就在这里办公，阵基的图纸也应该藏在这里。没人？难道他们又跑了？林默度，我知道你会来这里，可惜你来晚了。3个小时后，阵法会完全成型。届时，全城百姓的阳气都会被我吸收，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而你只能和这座城市一起化为灰烬。这个老狐狸居然跟我玩这套！3个小时，我们只有3个小时了。林前辈，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去天坛，阻止他。站住！此路不通。匪妾，别再执迷不悟了。藤原雄系为了自己的野心，不惜牺牲全城百姓的性命，你还要帮他吗？家主的命令，你必须执行。要想过去，先过我这一关。跟他废什么话？打就是了。杜恒，我们一起上。林默度，你怎么样？林默度，我说过，你斗不过我的。7部血咒一旦发作，谁也救不了你。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吸收全城百姓的气息，成为天下第一吧！不要！你干什么？元婴后期，我做到了。雕虫小技，什么？鬼切，你看到了，这就是你效忠的家主，他根本不在乎百姓的死活，他只在乎他自己。藤原雄介，你不配当家主。